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哎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。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娘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娘进来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喏，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了太多气。是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啦！杀人啦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？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统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
是你们船上點香嗎？點香啊，點香可以驅蚊呢。但是這奇了怪了，自從他們上了那條船以後，這個香爐就不見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傷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傷口。那，這是兇器。這的確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還有這邊，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傷。因為沾染了血跡，所以作為證物收存。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。其實這個案子很簡單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罷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，皆可證明。當日在船上，李徐氏與季徐氏曾發生過爭吵，而船將靠岸時，他們2人進入船艙，發現死者已被季徐氏用髮簪刺死。這人證物證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說你阿娘冤在何處？與本官從實說來。民女有3個疑點，其一，根據於三兒的證詞來看，他並沒有親眼看見我阿娘殺人。而是在李峰進去片刻後，聽到喊叫聲，繼而看見我姨母滿身鮮血地躺在李峰懷裡。因為被李峰擋住，他可能都沒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傷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無人，這船艙內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誰會動手？為何我們不懷疑第一個發現死者的人呢？李峰與船夫先後進入船艙，不過間隔片刻，他哪裡來得及殺人？那2個人又為何不反抗？為何不發出聲響？這就是疑點2。若我阿娘真是殺人兇手，那為何當時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許是你阿娘殺人時不小心磕到了頭，暈了過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殺人後害怕的昏了過去。不排除這些可能，但還有另一種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。他和我姨母同時被迷昏了。你說的不過都是猜測，並無實證啊。民女有證據，還請孟縣令過目。這裡面是我在於三兒的船上發現的香灰，我已找了醫師驗看，裡面有曼陀羅等令人昏睡的藥材。县令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醫師驗看。你說是從船上發現的，就是從船上發現的嗎？諸葛先生，等一下。孟县，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協助楊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親眼所見，這香灰的確是從於三船上發現。此事無關己業，就不勞楊督察對心了吧？孟縣令此言差矣啊！這案中的苦主可是飛花會的會長，怎麼就事不關己業？不過楊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夠查清楚真相，所以無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兇手公然殺人，膽大包天，想來這背後必定是有人。楊督察派在下前來，只是想告訴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後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就算是在船上發現又如何？你如何證明這就是那船夫當日所點？你阿娘又是聞着這迷香，
昏迷的。確實如此啊，何以為證？無法證明。你沒法證明，拿出來說什麼呀？但是民女有第3個疑點，望縣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有不禀了？這3件外衫是案發當日我阿娘、姨母還有李峰身上的外衫，孟县令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區別？血液不同，有什麼不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請諸位看看，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？耶，那件的顏色啷個不一樣呢？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繼續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顯更淡一點啊。因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這件，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們家可是染戶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這有什麼奇怪的？可我姨母並非染戶，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為什麼只有血跡，沒有染料？季英英，你說這3個疑點，就算是真的，可與本案的真相毫無關聯啊。自然有關。這3個疑點串聯起來，就說明我阿娘不是兇手，而真正的兇手是他，李峰。滿口胡言！從一開始，李峰就設好了這個局。那天在船艙裡吵架的，並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讓船夫聽到聲音。同時，他在船艙角落點了一支迷香，並借故離開。李峰離開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過去了。船艙外的李峰故意拉着於三說話，快了，你怎麼不告訴他剛剛船艙裡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殺人動機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時候，他便假惺惺地去船艙內喊人，這時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時候。匆忙做完這一切後，他便大叫一聲，把於三兒引來。等到於三兒來到船艙內，便下意識地認為我姨母已經死了，而兇手就是拿着簪子的我阿娘。等終於有人可以為他作證的時候，他再痛下殺手，將罪名嫁禍於我。一派胡言，簡直是荒謬至極！孟大人，他在血口噴人！杨三少夫人，你的推断確實很有趣，可惜呀，除了死者的血衣之外，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是李峰殺人，而你娘殺人的證據確鑿。本官依然要判季徐氏。孟县令，請慢。李峰，你猜我為何如此篤定你就是兇手？我還有一個人證，他親眼看見李峰殺人。人證？草民於三願意作證。大人，小民有罪，小民不應該知情不報。當時在船上，李峰讓小民報案，小民本想速速划船，但又怕將來此事牽扯自己，就想進去跟李峰說說。誰知我這剛一進去，就看見他用簪子殺死了自己的夫人。你胡說！人證物證俱在，你還想狡辯？於三，當時你為什麼不說？你知道作偽證同樣有罪。大人，小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此事牽扯到什麼，您是知道的，小民哪敢說呀？怎麼可能？若是没人看到，我又怎麼會想到去看衣服上的血跡？我又怎麼會推斷得如此毫無差錯？不可能！我動手的時候明明回頭看過，沒有人，根本沒有人。孟縣令，他招了。季莹莹，你诓我！比起你栽赃陷害，人面兽心差遠了。季莹，
你好大的膽，竟敢勾結證人，公堂作為，你該當何罪？要罰也應該先罰兇手。李峰殺害髮妻，栽贓陷害，罪大惡極。難道孟縣令要視而不見，充耳不聞嗎？難道視而不見，充耳不聞嗎？孟大人，孟县令，小人无奈，小人也是被人所迫呀。被何人所迫？可在堂上？他穿了一身黑衣服，我没看到真容。就是他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要杀了我，让他俩晦气。等改天也手劲好了，我来应付你。大爷饶命啊！大爷饶命！你是李峰？大爷饶命！这钱我一定会还的。人不死债不赖，你杀了我，这钱也还不了啊！我不是来要债的，我是来帮你還债的。听我安排，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倘若不从，以後你不用還債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听話有錢，不聽話沒命。他已全部招供，請孟縣令為民做主。請孟縣令為民做主。請孟縣令為民做主。這如何是好？這邊是太子，那邊是將軍，我誰都得罪不起呀。這趙家主都已經走了，您還有什麼攀不了的呀？大膽李峰！之前你賊敢做賊，現在你又欺騙本官，來人，給我拿下！孟大人，咱們說好的。住口！孟大人，咱們說好的呀！孟大人。本官宣布，季徐是清的，无罪釋放。至於公堂作為之事，這樣子，孟縣令秉公辦案，是乃百姓之福，我等之幸。孟縣令，孟縣令，也是公民。阿参与这是明察就好，這一段傳出去，真是一段佳話呀！孟縣令今天的案子，如果讓我阿爺知道，肯定誇孟縣令這案子辦得漂亮啊！大人，以心為重。灭！季英英救母心切，事出有因。至於公堂作為之事嘛，本案就不追究了。本案就此結束。退堂。阿娘，阿娘，英英，阿娘，婷儿，阿娘，阿娘，我們回家。咱們回家。英英，阿娘不在的這些時日，家裡是不是還發生了什麼事啊？我嫁進了楊家，嫁給了楊三郎。你是不是為了救我，
所以才……不是的，阿娘，是我自己想嫁去的。不会的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阿娘那时还在牢中，若非逼不得已，谁会在那时婚嫁？姨，阿娘对不住你，是阿娘拖累了你。阿娘，你别这样说。虽然嫁入杨家事出有因，但女兒早已心悅楊三郎。雖是陰差陽錯，但女兒心甘情願。當真？當真。之前，我一心只想讓你遠離風波，而那時楊警官又麻煩纏身，我其實並不願意將你許配給他。但是想不到，緣分使然，你還是嫁給了他。楊靜蘭之前便想娶我嗎？傻孩子，難道你看不出他的心思嗎？他待你不好嗎？好，他待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只是我們向來以盟友相稱，不曾表明情意。我原想等他回來後，我便與他問清楚。前幾日他千里迢迢，遍體鱗傷，也要趕回來護我，與我成婚。我怎會不明了他的心意？但或許是這場婚事來得太突然，交雜了太多東西，我無法像真正的心腹那樣心安理得地去面對他。那些想問的話，想說的心意，反而變得難以啟齒。阿娘替你高興了，不急，不急哈。只要你們兩個人的心是在一起的，我相信有些話，即便是不說出來，彼此也能感應到。我與他來日方長。阿娘，喝藥了。阿娘，等您身子恢復好以後，我們就離開宜州，去江南生活。我們一家人平平安安的過日子。你跟阿兄先去，我安置好這邊就過去找你們。你隨我們去了江南，那楊靜蘭怎麼辦？楊家怎麼辦？楊家的生意也會拓展到江南。到時候我會打理。楊金蘭過了今年也可以調任，她會和我一起去。陰陽，你是不是又在騙我？我知道，你只是想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後又自己去冒險。就算我們真的去了江南，你也不會輕易放棄，你還想要再鬥出個結果出來。阿娘，我想好了。我不鬥了，我只要你們平安。夫人，杨警官來了，說是來拜見岳母。他怎麼來了？瑩瑩，瑩瑩，矜持。他受傷了，他不能亂動。阿兄先去見見他。你可知英英最喜歡吃什麼？不知。那英英最討厭吃什麼？不知。哎呦，她最喜歡玩什麼？心情難過的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是什麼？
不止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才1日不见便想他了。我不是想他，我是担心他身子。那还不是想他了？放心吧，你阿兄他有分寸的。来，坐这儿。茵茵，杨家高门大户，肯定规矩也多。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小性子就多收敛收敛，别总像在家里一样，整日鸡飞狗跳的。我哪有？来，这个你收着。你要是忍不住啊，就多转转念珠，想想娘的嘱咐。要是实在忍不住，也別委屈了自己。好，来，阿娘给你戴上。謝謝阿娘。那你到底知道些什麼？我知道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就要讓她有枝可依，不再獨自面對風霜。你與她志趣相投，兩心相應。但對於成婚不止如此。對於夫妻而言，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對於情誼的損耗，半點不比風霜刀劍的少。而茵茵更是不同尋常的女子，或許更難釋。是啊，但他要妻的是我這塊朽木，而不是楊家的那根高枝。待他與楊家履諾，我們就搬出去，3餐1宿，冬夏春秋，我會陪着他，愛護他，理解他，尊重他。即便她已經嫁給了我，季英英都先是季英英，再是我楊靜蘭的妻子。静蘭，谁讓你出來的？哼，这是你把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他寫的。在夫人眼裡，我就是這麼不修武德的。扶我起來。你想做什麼？你別動。初次登門，得先拜謝丈母。來，夫人，扶我起來。可是你，求求。慢點。遵命。锅盔啊，锅盔！你瞧，我終於光明正大的從這正門被人扶起來了。你閉嘴！阿娘，哎，賢婿傷害未好，不必多禮。禮不能廢。小婿楊靜蘭，拜見丈母。婚事倉促，未能及時向您稟命，還請丈母見諒。
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之前我一直担忧英英的安危，险些拆散了你们的缘分。如今你们终成眷属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以后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我们家英英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请丈母放心，只要我能陪在英英身边一日，便会护她一日，直到她……哦不，直到我倾尽此生。太子贺继父欣喜。季夫人，太子殿下贺杨督察与继娘子大喜，特送来贺礼，以庆欣喜。季家满门拜谢太子殿下恩赐。快快请起。这是我师兄帮我准备的礼物，还请丈夫交纳。太子准备的也太多了。这是你夫君借着太子殿下的名义给你补聘你们的。我看这回谁还敢说你们名不正言不順？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東西，我會一樣一樣的補給你。慢点儿。来。都說了慢點了。这是我阿娘和阿兄非要给我带的，都是我日常用的小物件儿，怕我在杨家用不惯。夫人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就和我说，我先讓人給你置辦。
哦，我不用。可以再慢一些。杨静兰。好好好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看你好看。杨静兰，你能说点话吗？太安静。好啊，不如你来问问我和太子的事儿。好啊。哎，你这又是督察又是太子令的，你是太子的人？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吧？老子的鸡你也敢吃啊？纯汇500两，只收现银。来者是客，别这么小气。你都不好奇我的身份？看你这身打扮，微富即贵，等闲哪回来这种鸟不稀罕的鬼地方？定然是受那老头指使的。你可知，你口中的老头？曾是当朝太子的老师，原先不知，现在知道了。原来被老头祸害的不止我一个。近墨者黑，那太子得歪成什么样啊？谁？老师。老师？老头，你到底收了几个学生啊？老子这辈子就收了你们2个徒弟，尤其是你这小猢狲，已经够我受的了。老子哪还有精力收其他人呢？所以他是太子？小师兄，如此说来，你不仅是太子的从属，还是他的师弟呀。而益州的成败也与长安有关。那就要看我能查到些什么了。你想怎么查？刘瑾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日后行事定会更加小心。不过做过的事，自然会留有痕迹。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查到了南诏，那他便不敢再轻易动这条線上的任何一個人，以免露出馬腳。制造蜀錦的人是牛瑾，購買蜀錦的是南诏。那麼，運輸蜀錦的會是誰？從益州到南诏，關卡重重，想要不被發現，那只能喬裝打扮。你想查番商？聰明。可是這麼多番商怎麼查呀？我想到一個人。我也想到了一個人。白勝。南诏白王。白王？
盛豐澤。盛豐澤，白胜，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可能啊！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事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須親自千里迢迢來到益州？他後來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麼？